大家好啊，这里是辐射健康频道。今天我们继续化身辐射星人，给大家讲一个色不健康的故事啊！注意，不是那个色，是那个色。两个男孩偷窃了一个会发光的金属胶囊，这是他们的身体以及整个城市发生的变化。时间回到1987年的9月13日，巴西的戈亚利亚城，我们的倒霉蛋子佩雷拉和阿尔维斯是城里的两个无业游民兼小偷垃圾佬。他们平时总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是在偷东西就是在偷东西的路上，靠着倒卖破铜烂铁等垃圾过着摆烂生活。这天晚上，这两个小偷盯上了一所废弃的医院，他们趁着周围没人，偷偷溜了进去，打算倒腾一番搞点值钱的东西。可经过一番搜寻他们找到的都是一些生锈的破玩意，不值钱。除了一台庞大的医疗设备，他们以为这是一台洗牙机器，只是上面多了一个这样的标志什么意思懂的都懂。但由于两人的受教育程度高达胎教水平，他们并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所医院并不是一所普通的医院，而是一家私人的放射治疗研究所，叫做戈亚洛研究所。这台设备则是放射性治疗仪，里面装有一些能让人物理超度的东西。眼看即将偷了个寂寞，作为小偷无果而归，显然违背了自己的职业道德。于是他们打起了设备的主意，但由于其实在太过笨重，想要搬出去除非像男性人一样把8块腹肌练成1块。他们商量后决定把设备拆了，搞些零件出去卖掉。不一会儿，两人就推着满满一车零件回家了。当天晚上，两人回到家后都出现了恶心、呕吐、头晕、乏力等症状。他们丝毫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第二天，佩雷拉醒来后发现了一只猪蹄不对，是自己的左手肿得像猪蹄一样，并且昨天晚上的症状也没有消退。于是他快马加鞭地赶到了附近的医院就诊。见多识广的医生对于这样的小场面并没有表现出一惊一乍，他淡定地告诉佩雷拉，这应该是食物中毒引起的，问题不大。我给你开一些药，你回家躺着就完事了。由于身体已经拉垮，他就没有继续处理零件了。而另一面，症状没那么重的阿尔维斯则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职业素养。回到家的第二天，就开始对零件一顿收拾，是要拆出点宝贝出来。经过一番功夫，他终于从零件里拆出了一个闪亮的金属胶囊。这是个什么狗东西他也不清楚，但其精致的外观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后，他用螺丝刀在上面撬开了一个小口，结果惊喜地发现里面的竟然是一些会发出蓝光的颗粒粉末。我操，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这种东西了，太神奇了！他以为这是某种燃料，于是搞了一点出来，试图点燃它。结果没有任何反应。阿尔维斯心想，啥也不是，鉴定为纯的废物。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废物可以要了他的命。这些发蓝光的粉末实际上是放射性元素铯137，它是铯元素的同位素之一，半衰期达到30年。由于其可以辐射出强烈的伽马射线，可以杀死癌细胞，因此常常被用于治疗癌症、肿瘤等等。阿尔维斯拆出的这个金属胶囊，实际上是一个由铅和钢制作的隔绝层。里面装的是93克的氯化铯，被密封在容器里面。当容器旋转到特定位置时，便可以辐射出射线素。当然，阿尔维斯对此显然是一脸懵逼的。他把金属胶囊跟其他零件扔在了一起，准备卖给附近的废品站。废品站的老板叫做费雷拉，职业垃圾佬。看着小伙拿着一堆不明零件过来，也没有过多逼逼。经过一轮讨价还价后，开出了25美元的天价，完成了交易。费雷拉拿到手之后，连忙让手下的员工拆卸，看能不能搞出好东西。期间，他们并没有发现金属胶囊的异样，把它当废铁扔到了一边。直到晚上，费雷拉才注意到这玩意竟然发出了蓝色的光芒。我操，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这种东西了，太神奇了！他以为这一定是什么超自然的物质，价值连城的宝贝，于是决定带回家给家人们见识见识。回到家后，这发出蓝光的漂亮粉末立刻引起了亲朋好友的注意。秉持着有福同享、有让自己当的原则，费雷拉打开了金属胶囊，把里面的粉末慷慨地分给了大家。拿都可以拿，没问题的。由于这东西实在太漂亮了，一些人拿回家之后，又把它分给了邻居和朋友。就这样，见者有份，永不落空。粉末被分得到处都是。当然，他们拿到之后，并不只是观赏这么简单。费雷拉的妻子把它撒在了床上，
因为他觉得这可以给他们带来好运。废品站的员工之一法比亚诺拿了一颗碎片回家，打算给他的妻子做一枚发光的戒指。费雷拉的弟弟沃伊也分到了一些粉末，回到家后，他不小心把部分粉末洒在了地上。此时，他年仅6岁的女儿德莱正在掐鸡蛋，看到地上发光的粉末后，他忍不住用手去摸了几下，一边吃鸡蛋一边往自己的身上抹，并展示给妈妈看。妈妈，快看，我是一个会发光的小仙女。妈妈看到后露出了笑容，称赞自己的女儿真漂亮。期间，女儿的手在粉末和鸡蛋之间无缝切换，粉末自然的也沾到了鸡蛋上面，被她吃了下去。此时此刻女儿的命运大局已定。而这天，沃伊的姨妈恰好前来拜访。沃伊表示，她这里有些会发光的粉末，可以让你看起来更漂亮。然后就把粉末抹到了姨妈的脖子上。类似的零距离接触行为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生了，他们把这当作是一种装饰物或收藏品来使用，没有人觉察到他们其实是在玩火不对，玩毒子。就在粉末分享出去后不久，问题开始出现了。当天，老板费雷拉和妻子都出现了呕吐、腹泻等症状，沃伊的女儿则出现了口腔、喉咙发炎、流血等现象，其他人也在几天内陆续出现了类似反应。费雷拉听闻大家的遭遇之后，觉得这玩意绝必是个不祥之物，于是把胶囊跟零件都卖给了另一家废品站。照这么下去，肯定就1传10，10传100了。辐射灾难即将爆发。就在此时，费雷拉的妻子意识到不对劲，她觉得这粉末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跟一名员工来到了收买的那家废品站，把金属胶囊扛了回来，坐公交车去了当地的医院。来到办公室，他反手就把胶囊扔到了医生面前，表示这东西非常邪恶，毒害了他的家人。医生看了一眼后得出了结论，鉴定为有毛病，然后就把他当成热带病患者处理了。可是几天后，他们发现医院里来了越来越多类似的病人，其中一名医生怀疑这不是热带病惹的祸，他认为这金属胶囊应该是坏掉的 X 光设备，于是决定找一名专业的人过来瞅瞅。而非常巧合的是，事发的时候恰好有一名物理学家在哥亚里亚旅游，他听闻此事之后表示，助人为乐，胜造七级浮屠于是便借来了一台辐射仪，对金属胶囊进行检测。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得灵魂出窍，他还没靠近胶囊检测仪器已经在嘤嘤作响了。这表明此地的辐射量高得离谱询问了胶囊的来源后，他来到了废品站，检测后发现附近的大片区域都存在很强的放射性。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误入了核试验场，于是连忙把情况报告给了当局。当局接到消息后，一开始是不信的，他们觉得这外来人士说的话还不如自己的一个屁。可随着传闻越来越多，他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展开了调查。然而，跟之前讲的山西钴辐射事故不同的是，这次泄露的辐射源是粉末，不是完整的固体金属。此时离事发当天已经过去了15天，蓝色粉末已经被分得渣都不剩了。要把它找出来，跟你在章鱼小丸子里面找章鱼是一样的。他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民众受到了辐射。一时间，哥亚里亚出现辐射污染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巴西，全世界的媒体都对事件进行了大肆报道。政府发布公告呼吁所有自认为遭到了辐射的人到医院检查。随后的几天内，超过13万惊慌的民众涌入了医院。经过筛选检查后发现，有249人受到了严重辐射污染，有的甚至在皮肤上找到了放射性物质，其中129人受到了体内辐射污染，20人得了严重放射性疾病接受治疗。一些体内污染的受害者连排出的汗液都是有辐射的，需要不停的用肥皂水清洁皮肤。而死亡的人有4个，其中最严重的无疑是沃伊的女儿莱德，只有她是把粉末吃进嘴里的。细胞与辐射共存，这情况就像曾经的吃雷受害者一样，他的嘴巴跟喉咙出现了严重的溃烂出血，上半身浮肿脱发，器官衰竭，没有一块皮肤是完整的。送进医院之后，立刻就被隔离了起来。一些医护人员甚至不敢靠近治疗，生怕自己也中枪。以他受到的辐射量来说是不可能得救的。经过了1个月的煎熬之后，节哀顺变了，死于败血症和全身感染。由于其尸体也具有放射性，为了防止泄漏，他被装进了一个特制的镀铅棺材里面。入葬当天，有2000多人来到了现场，但这些人不是来给他送葬的，而是来抗议的。
他们认为女孩的尸体仍然会污染周围的土地，所以通过各种暴力手段阻止女孩下葬。不过最终在警方的协助之下莱德还是被安葬了。而在莱德死亡当天，废品站老板的妻子也节哀顺变了。另外还有废品站的2名员工，在拆除金属胶囊的时候长时间接触，最终也死于过量辐射。而废品站的老板费雷拉呢，大家都认为他大概率也要去阴间开店了吧？但奇怪的是，他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得了一身放射病而不致死。当然，有的人是希望他死的毕竟最开始就是他把粉末分享给大家，虽然他是无意的，也不知情，但是并不能给他洗白白，把自己的妻子和亲朋好友都害死了。费雷拉十分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在事故之后，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酗酒的癖好，并最终在1994年死于肝硬化。而他的弟弟沃伊也患有抑郁症，在2003年的时候死于废弃中。但要说事件的始作俑者费雷拉恐怕没什么资格，要数也得数最开始的那2个狗贼佩雷拉和阿尔维斯。虽然他们也是不知情的，但他们偷窃的行为本身就违法了，也点燃了事件的导火索。而非常意外的是，这2人同样没有死。佩雷拉失去了几根手指和部分皮肤，而阿尔维斯的整条胳膊都被截肢了。不过问题不仅仅出在他们身上，为何废弃研究所里面会存放着一台如此危险的放射性治疗仪呢？2年前，1985年，研究所需要搬迁，而此地便被遗弃了。按照原计划，这里的所有东西都需要被搬走，但因为研究所跟当地的协会陷入了建筑物归属权的法律纠纷，法院要求这里的东西都不能移动，因此这台设备没有被回收。在事发的4个月前研究所的持有者之一卡洛斯曾尝试回收设备，但却遭到了保险协会警员的阻拦。之后，卡洛斯给主管部门寄信，表示如果发生了辐射事故的话，你们要对此负全责，一个都别想跑。同时，他也给巴西国家核能委员会寄信，表示有辐射源遗留在此地，很危险，希望委员会介入。然后法院派了1名保安来现场看守。就没有然后了。由于归属权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谈妥，在小偷潜入研究所捡垃圾那天保安还被撤走了，这也就导致了事件顺利发展成这个样子。那么，所以责任归谁呢？反正法院认为研究所应该领一份。经过他们的判决，研究所的3名医生被起诉过失罪，巴西国家核能委员会被判处75万美元的赔偿，而那2个小偷却被无罪释放，继续自己放荡不羁的垃圾佬生活虽然已经残废了。然而事件这么快就结束了吗？是就好了。前面也说了，辐射粉末被分得到处都是，许多物体都受到了污染，包括42栋建筑、3辆公交车、14部汽车和5头猪等等。同时，铯137具有高溶解性，可以轻易地融入到土壤和水源中，造成农作物和牲畜的污染。而它的半衰期是30年，要等它的放射强度降低到原来的1%，起码要等180年以上。所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把这些受污染的物体全部变成渣渣，居民房屋内的东西被没收，受污染的建筑物被拆除，附近几个辐射地点的表层泥土被清理，所有这些污染物被放到了铅桶里密封起来，然后装进集装箱和特制容器中，埋进偏远的地表深处，总共耗资了2000万美元才把污染物清除干净。另外，由于各国媒体对事件的无差别报道，戈雅里亚陷入了深深的负面新闻中，世界各地都不敢购买这里生产的商品，人们也不敢过来这里旅游生怕有辐射，导致了该地的食品制造业和服装业销售额暴跌40%，经济惨遭沉重打击。不过这还不是最惨的，这里的居民才是最惨的。不管你是不是受害者，只要你来自戈雅里亚，你都会被扣上辐射人的帽子，遭到歧视、侮辱和抵制。酒店拒绝他们入住，汽车、飞机拒绝他们搭乘，找工作也拒绝聘用。戈雅里亚人直接沦为了人下人一般的存在，不但遭到了辐射危害，还要承受别人的冷言冷语。这或许是该事件给予当地的最致命打击了。这场戈雅里亚核事故的辐射量虽然没有那么大，但其污染之广泛和影响之深远是有目共睹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把其列为了5级放射性事故，称其为世界上最严重的放射性事故之一。一些媒体更是声称其危害性仅次于切尔诺贝利
利和福岛核事故。回想一下之前的山西钴辐射事件，我们能发现两者的起因非常相似，都是因为对辐射源的管理和回收不当导致的。我们总以为辐射威胁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东西，毕竟离日本6000度的高温天气已经过去了77年，但其实它就隐藏在工业生产、农业培育和疾病治疗等各个领域。它既可以为我们所用，挽救我们的性命，同时也可以轻易地夺走我们的性命。想要合理的使用它，就必须保持敬畏之心，不能疏忽大意。对辐射源的审查和管控必须拿捏得死死的，同时也有必要让民众认识到辐射危害相关的知识。假如当初那2个小偷认识这个辐射标志的话，那或许就不会发生后续的事件了，蓝星人就没有素材了，你也就看不到这个视频了。皆大欢喜啊，兄弟们！反正还是那句话，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要随便接触一些你不认识的金属物品，否则后果自负，蓝星人概不负责。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关注，解锁更多绿色健康故事。这里是你的男朋友啊，我们下期再见。